高头位，哎，那就可以去克来看一下了，制一下。看一下怎么样去做一个选择了。AG 在蓝色， AG 在蓝色方的话，那他这把可以拿的比上把阵容凶一点。嗯。先把镜和老虎两个野合搬了，也是用镜去换鲁班大师的一个班位。是的。按照 AG 的风格的话，这楼很有可能就是神魔系了。是的。神魔系或者杨玉环这样放在这边。鲁班大师在班位上应该不会杨玉环，我感觉他这一手要么先拿沈梦溪，要么先拿大司命。没人能在喵的暴躁节奏里战胜。先拿了沈梦溪，先拿沈梦溪的话，那快手这边是可以拿大司命的。是的。去做一个拉扯。对。但是 AG 他们有一套阵容是什么？他们是沈梦溪加上苏烈7战7胜。哦，这一套强势的一个中辅组合，是会让他们前期的进攻性拉满。这是目前他们100%胜率的一套体系。快手也是一个少资源加大司命。少资源大司命。当无情，有情其命。但在大司命这个英雄的使用上面的话，句号这个赛季8场只有25%的胜率。但是不得不出啊，对，这没办法，他这把 AG 蓝色方先拿沈梦溪了，后面还想选打野的话，肯定是想拿这个大司命，那你快手只能去拆。阿古朵，阿古朵加苏烈，100%胜率的一个苏烈加上沈梦溪的体系啊。其实这一点我也，而且中医的阿古朵也是100%。对的，100%胜率，4战全部都获得了胜利。一个是100%胜率的组合沈梦溪加苏烈，另外一个是100%胜率的阿古朵。这个中野辅再组合起来到 AG 的手里面，这强度就是要去抢分的，拉满了呀。快手这边给流浪拿了一手嬴政，嬴政也是一个中轴上可以跟沈梦溪有对抗的，因为他清线速度够快。然后整个阵容的话，由嬴政的一个消耗加上少苏源的续航，作为他们拉扯的一个强度。而且流浪之前的嬴政拿出来2次全获胜，也都拿到了当局的 MVP。他的嬴政对于双 C 的一个伤害量是很高的。对，因为流浪的嬴政有钱，流浪的嬴政经济倾斜是比较多的，且他的嬴政大招的角度找得好。来看一下后续，快手搬了一手老夫子，这是应该是帕伊诺去玩一个老夫子，然后 AG 这边是搬掉了公孙离。快手再搬一手夏洛特。AG 搬了一手司空震，他搬司空震的话，是不是想出个戈亚？快手再搬一手孙策，防止 AG 再去补一手稳定的控制，然后包括对线能力，孙策也是相对比较强的。对的 ，AG 把关羽给搬了，那现在快手看他4楼。要不要直接拿个狂铁？拿个狂铁先去，再让自己的阵容稳固一下，扎实一点。然后射手上拿个大射。射手上的话，我觉得 AG 这把的位置有点是为戈亚去做的。如果说真出戈亚的话，快手可以出一个伽罗这样的。对，快手可以伽罗或者苍。对。驰骋起源，四地深渊，选苍。直接先漏了。应叫我负天。换了一手曹操。换曹操的话，曹操是一个线上很强势，而且中后期带线特别厉害的一个站边。要看 AG 选苍。选苍的话会比戈亚好一些。戈亚你对线容易被对手一手伽罗或者是苍加上一个少资源给压着打。对。但苍的话也更灵活。对，然后对抗路上面再来一手引。引的话用来切大射很好用啊。是的，是的，我也想说这一点。然后包括嬴政这个点啊，因为快手它这套阵容其实是一个多切入，它没有很好的一个拆火能力，它没有办法限制到轩辕这把的进场。对。那快手这把大射肯定是出不了了。换敖引。向世间，破尽尘埃，一剑中。不过这样的话，快手它其实拿的也是自己很喜欢的这种中野辅强度高的阵容。是的，中野辅强度一高，然后它的一个双边虽然都需要发育，但它的中野辅如果撑住了的话，就可以支撑到双边发育的一个时间。
而且这一局的话 ，AG 他游走上面是一个苏烈，是具备很强的扛伤能力。那么中艺他在玩到阿古朵这样的塔野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手灵活出装，哎，可能把这个阿古朵他也做一手输出装。那就要结合到中艺最近的一个出装思路了。他的阿古朵基本上出的全部都是输出，我去研究过，基本上都是输出。然后包括大帅的这首苏烈啊，我觉得子阳和大帅他们在这个赛季展现出来，因为都很有赛场的效果，但是他们的风格我觉得是有些区别的。大帅他是一个非常讲究阵容精度的选手，因为他的苏烈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玩过，直到这个赛季掏出来了以后7战7胜。就是他每个赛季其实都会有个100%的英雄出现，因为上个赛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时他们的那个张良体系也是一个很高的胜率。别让大帅觉得某个英雄好用，哎一旦让大帅觉得某个英雄好用，我就训练营练。大帅可能在训练营泡1天都在玩那个英雄。是，所以就练出来了这一手这个赛季7战7胜的这一手苏烈。然后另外一边子阳就不同了，子阳他是有非常多自己的一些灵机一动的，包括之前的话呢，他们能够打出很好的一些效果出来。子良有一些在赛场上面已经成名已久的英雄，他的东皇太一，他的鬼谷子、盾山这种，盾山这些都是独一档的，在子阳手里面。是的，是他多年的经验所累积起来的。包括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出奇招，也是让快手在当时第2轮打出很好效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但是看到回归到这一局的阵容上面来说的话呢，是相对比较常规的一种对抗。那么对于快手来说，他的一个中野辅，因为两边的中野辅这一把拿的都很强，就看一下谁的节奏可以打得更好一些了。因为从两边的一个胜率的场次来看啊，就是他们获得胜利的场次当中，他们的中辅亲近率都在40%以上。就只要他们的中辅亲近率这一把是在40%以上，且就说明他们这一局打得很顺。然后获得当场的胜利，但在他们的失败对局当中的话，他们的中辅亲近率基本上都在40%以下。看一下双方的第2局表现了。进入比赛，蓝色方成都卫常会，红色方苏州快手。我是911，我是解说黄超。全军出击！嬴政打到沈梦溪的话，他是有1级限权的。而且因为阿古朵前期比较弱，前期基本上是大司命这一方会更优势一点。然后子阳的话，前期的一个动向是看一下自己野区视野，防止被阿古朵滚进来反掉。下路的妖刀，这手敖影选出来也就只能抗压了。对，想越这么快，打得很凶，闪现先躲了一波比较好的时候，但是被沈梦溪2技能给抬了一下，这是要硬想杀吗？硬杀，子阳来了，可以留一个吗？第1滴血拿到，但是长生自己也死了。来，大帅这位置也走不了了吧？这个位置被动要被踩出来，然后要被留。这一波说实话 ，AJ 他打的是很执着的，很凶，对，打的是很凶。感觉妖刀也没想到，我才2级，3个人过来越妖刀，什么意思？还好快手回防的快，中辅来了之后直接是造了一波1换2，勉强能接受。但 AG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一诺更顺，这样他在发路打的时候会更加舒服一些。哦，中野红刀阿古朵，说到最近他的阿古朵基本上出的都是输出。各控一边的资源，看到流浪这边的话是往上帮，然后帮助萝卜把那个赤甲应该是控到了。实时预测上面的话，3位嘉宾看好都是成都卫常会。句号的大司命的话，哎，等一下再看下路，又要杀，又来，但是流浪也来，这波一诺要交代，大帅还得再死一次，因为他的被动应该是还没好的，伤害好像不太够，大招擦着过去，最后是没死。妖刀难受啊，心都碎了，感觉。要不然子阳就住在下路吧。对，这把感觉确实子阳他必须要来下路帮忙做协防了。
就妖刀他本身其实是一个抗压能力非常强的选手，是，的，但是你耐不住对面但是顶这么虐不住对面这么虐他。主要他其实2波打都是他没有4级的时候。是的，4级之后就好一些了。对就算这么虐，也可以开个大招走。上我们的种子。中一只阿古朵，攻速鞋加红刀，嗯，看样子肯定是纯输出拉满的。这前期1分钟的时间 ，AG 3人集结就来越这个2级all in。其实这波妖刀已经拉扯得很好了。对，拖到子阳过来，可以先留一个，然后流浪再传送下来，嗯，再留，然后这里第2波想卡你补刀，啊，就看着妖刀想过来补这个尾刀，然后大帅果断出手，配合伊洛开个大招，直接把妖刀给杀一次。就是闪敲，然后顶到墙上但一套连招。但这么打，最终造成的画面，虽然说妖刀好像有点难受，但是流浪很肥啊。流浪这一把整体的一个经济已经2600了。恶自服。现前这时候想压妖刀有点难吧，最多只是清个线，然后准备打龙。拿一波优线，把这个视野先站出来。流浪这边大招一开，先扫 ，AG 先拉扯开。长生这个位置看到了传下来，萝卜直接埋伏了一波，闪现闪现撞撞墙了，被留下。犯了一个大失误，那这样的话，正面快手直接被打了一波减龙还被员，打，中艺拿到了暴君。4分钟的节奏上面 ，AG 大赚特赚。那首先，刚刚 AG 他正面先是拉扯过了流浪的那个大招，看一下正面又要开闪敲砸起来，打出妖刀的大招。然后接着就是长山没走，他蹲在那个小草当中，他预判到了这边萝卜拿完线了以后要传下来，接一波人。嬴政来个消耗，把小野抢回来。在快手这边前4分钟的成伤占比上面啊，妖刀被打出了36%的成伤，遭到了 AG 的疯狂针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主要是对面确实针对，这样也使得流浪和子阳其实这把是频繁的在往下靠的。流浪在这个赛季玩到嬴政的时候，他获胜的场次里面，场均10分钟经济都是高达6922，这差不多是一个打野在10分钟的一个均值了。是的，所以流浪这一局是有机会到达那个数的。也说到他们嬴政的时候是把它当成一个中和在玩。对，这波沈墨西大招消耗的还比较不错，流浪直接贴脸过去。对，大招跟着打消耗，下打拆了。在这个阶段的话 ，AG 因为他有苏烈这个点在，他的一个视野能力，然后包括他的消耗能力会更强。很强。长生又是一个卡位，要帮下渲染，看看萝卜交不交技能。萝卜如果交技能打渲染的话，长生就要出手了。但流浪也来了，大招先扫过去，有点吃不住了，反开一个大招先顶第一波，然后长生过来2一跳把萝卜给带走，上当了。流浪这个位置想要平 A 去收一些伤害，想要闪现过来，补一下真正控制大招过去撕血，伤害不够。渲染和长生这波配合打得非常的不错，包括他们自己没有倒回去补波状态的话，对于 AG 来说前期节奏很顺。对，这波长生帮渲染蹲，渲染在那钓鱼，萝卜赶上去打渲染，也正是因为流浪来了。但因为 AG 他之前顺风经济比较高，更容易造击杀。踩一脚，这个开裆浪直接撤退了。避免不必要的摩擦，然后看一下蓝区的一个位置也是卡住了妖刀的这手all in。其实 AG 他这几波强越的思路，我觉得是为了先去把快手的2边塔拔掉，这样他们在打推进节奏的时候，他们是比较好去挡掉嬴政大招的消耗的。而且这样打的话，容易把快手节奏打乱。对。其实这2局打下来，你会感觉到流浪他在前期的一个节奏是受到了限制的。是的。流浪的话，更多在跑图打支援，对，打得很被动，可以说是。消耗还是拉满的，不过我觉得有个很核心的地方，怎么说？很核心的地方就是在于句号他这里，句号其实在玩大司命的时候是赢过的，但他玩大司命他赢的时候，他的场均入侵时长是在大司命这个英雄获胜时候最长的。
可是这把我们没有看到句号的入侵，因为线上的人一直在被针对，导致于流浪和子阳没法跟句号的大司命去打那种中野辅打野区的画面，只能去频繁的支援边路。对，那句号的大司命就没办法打出经济压制效果来。就是在目前的这2局前期的节奏上面啊。AG 要不就是通过抱团的轻中转线上马的孙膑，要不就是这一波的强行下路给压力，都是在打散快手前期的一个中轴节奏。对，打散快手流浪的节奏，正常节奏。对。看一下快手这边是选择拿这个8分半的龙，然后另外一边 AG 的话则是上路直接给压力。推塔，这个塔推掉没有问题，还想连带着反个红。然后敖影在侧面想找一波机会，看到对面轩冉的位置被压退，轩冉吸引了一下快手。是的。这面来波消耗，看敖影闪现过去，大招把钟毅给带走了，然后妖刀还飞走了，很关键的一波击杀。这波快手正面的中辅提供了稳定的伤害，先把中野阿古朵给消耗残了，然后妖刀见缝插针，找到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看一下这波红能不能守，大帅是反开了一个奔狼，先把人给轩冉在绕，自己吃到了比较多的一个伤害，然后轩冉进场大招一开，子阳闪现，然后被轩冉直接闪现过去追了一下，但是最后做了一波1换1。这波1换1，再把红 buff 应该是能控掉，哎，没控走，还是被一诺拿回去了。看一下中路这一波，是通过这个兵线把中一塔给推掉了。我觉得这个节奏对于快手来说还是抢得非常不错的。好起来了。对。通过一波中辅消耗，然后妖刀的一个对于中野阿古朵的终结。我们来回顾一下，来看正常抢中的摩擦，然后在摩擦过程当中，看嬴政这个伤害扫满了，然后后面妖刀机会抓得很好，出手是相当果断的。对。你毕竟中野做了个输出装嘛，你对，做输出装你就要承受这些。这样10分钟的黑豹军也是快手拿的，直接转到了对面龙，不想让 AG 去换龙。我来卡 ，AG 选择撤退，但这个龙要被快手接。如果拿到双龙的话，对于快手来说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节奏。有羁绊，但是慢慢处理也没什么问题。现在快手抱着打就很强了，你顺着兵线打推进就可以。大司命去顶个视野，然后少司源随时给他提供续航，然后嬴政没有一波大招的时候，顺着兵线去压一下塔。对，就只要在压的这个过程当中，句号塔把握好这个尺度，对，不要掉血掉太快。对，你可以掉点血，但不能掉太快。他是要利用自己的身位去拉扯，然后让流浪在后面不断铺伤害。是的。然后妖刀找机会上去3火，看能不能激活再打掉一个状态。AG 在这段时间的话，就是采取到4-1，让轩冉去分担一条兵线的压力。嬴政大招一开，被阿古朵挡了一下。消耗了一波敖影，然后少司源给了个大招，抬了一波状态。然后轩冉是借此机会，直接是把下路的这波暗影之境上的龙兵给清了。这波协防还是对于 AG 来说比较重要的。这波快手有点亏。对。相当于他的双龙没有采取到任何的一个，就是进攻上面转会经济的优势嘛。对，这波暗影先锋有点浪费了。对，应该是护着暗影先锋去打推进，这样的话会更容易拆掉 AG 的高地。但当时他们是所有人爆了一波，相当于是50在上路想要去突破的，直接没有管下路。强势期被拖了一下，下路碰到了萝卜见面就直接砍。曹范这版本的直输出能力是非常强的。轩冉大招一开，再接反甲，然后赶紧交闪冲撤，但是流浪这个大招的角度恰到好处。留完人之后的话，直接再挤进来，大司命技能抬了一手加速，然后被动触发妖刀，找到了中意把人给留下，又是快手的一波大节奏，再打 AG 的持续掉点。刚才这一波虽然说中意他身上已经有一个不祥了，但是妖刀他成型了，也有穿透，有一个破晓在，而且马上要有破军了。
等他破军再出来的时候，他都可以去自己再多找一些机会了。哇，这一波流浪的大招直接把一诺扫到了一个半血，交出了闪现。流浪这把的输出量应该还是非常高的，感觉在35%以上。对。37.6%的伤害占比，6366的分局伤害，相当可观。等下波龙兵再压，这个高地的话不借着龙兵有点难上。渲染草里蹲，但是等来的是一个大司命。那大司命是可以一技能在上面拉扯的。看一下大帅主动先手拍起来，推回了句号，但是流浪在侧面的话，大招直接一开去分割了这一波阵型。大帅的被动被打了出来，然后侧面的话，渲染的一波进场是打出了敖影的一手大招，大帅在里面是已经扛不住了，直接被流浪给收下。逆风情况下想这么开大司命是有点难的，不太敢急火。然后这波是假开大司命，实际上是想冲对面后排。而渲染冲过去确实威胁到了妖刀，但妖刀这手选择是个敖影，他可以飞走。而且妖刀现在的破晓已经做出来了，破军也有了。这个红 buff 保不住啊，还是要被反。有嬴政大招直接把人压走，这个红 buff 稳稳的拿到。顺风的嬴政还是相当恐怖的。但现在流浪没大招，这个高地想拆还是有点难的。而且流浪他的蓝快打通了，感觉得拿个蓝 buff。这波应该是要正常往家里面刷了，正常往家里面刷，然后把家里面蓝 buff 拿了，然后再开主宰。现在其实压力给到 AG 会更大一些。是的。AG 的话就是一瞬间很难去切死敖影。是的。然后这个嬴政也根本切不到。没有办法切掉嬴政，没有办法切掉敖影，单想从正面突破有点难。他在找那种相对比较刁钻的角度，斜切过去，看一下能不能让渲染的影去威胁一下流浪的这手嬴政。是的。这龙应该是挤不过来的。团战还是有点看渲染的，有点看渲染这个影，以及正面队友这里打的先手。是的。这把影的话也是渲染本赛季的第一把影。看一下能不能找到比较好的机会。同样的，暗影之镜放在了下路，然后同样的快手是多人聚集在了上路，同样的渲染的下路想继续朝龙。看一下这次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萝卜应该要去保吧，萝卜得去护一下这个线，不能再浪费这个暗影之镜了啊！因为在 solo 的能力上面的话，这个点其实萝卜是完全不怕。是的。这波下路高地，快手是能压掉的。这波借着一诺想去清线的一个功夫，直接闪现过去，但是被渲染抓到了这个时间，打出了一波终结，做了一波1换1之后，敖影这边大招上天，先往后拉扯，但这边的话可以护着一诺再往前去做一个输出，把句号也给留下。AG 再一次展现了这种一诺勾引的经典画面，但是确实打出了效果。快手怎么这么上头？他们当时看到一诺想上来输出的那个画面的话，感觉好像可能是个机会。但主要是流浪当时他那个闪现想要去追赶那个伤害。对，一诺尺度把握得很好，他没有让妖刀闪现打到他，对，没让妖刀闪现打到他，就算流浪闪现跟剑，也补不了那个击杀伤害。而因为敖影和嬴政没闪现，渲染的影进场的时候，那嬴政怎么办？之前一直很难切的嬴政，就在这一波被吊到了。是的。我们可能想象一下 AG 要怎么样去开出这样的一个画面来啊，但是没有想到是一诺这边勾引出来的一个画面。这样的话，快手还是要重新的去整理一下。AG 的话呢，则是我觉得把这个局面打回来了很多，因为他们现在视野可以站出来了，不至于被打那么难受。而且在外面这种开放的地形底下，对于渲染来说是件好事。是的，而且这波敖影闪和嬴政闪还没好。找到机会，马上黑暗暴君还要刷新，把大司命的状态先下低。大帅草里面猫了个位置，
再续，再等，要进来。大招蓄力时间已过，这个位置要打看渲句号染，分割战场，句号先死，但渲染这边也倒，另外一边的萝卜也顶不住，场面现在变成了一波4打3， 1换2的团战。中医上去留人，卡住了妖刀这个位置，逼出了他的大招。嬴政没大招，这波 AG 想强拆，他们身上其实是有2个推塔快的点，穿着复活甲的。一诺和中义这2个点，直接把兵线运进去了以后点到高地。哇，要知道，快手压了 AG 将近快8、9分钟的时间，高地都没有能够压掉一座，真的就一波啊！但是 AG 打回来一波，直接把对面的中高给推掉了，而且这条龙也可以直接控到。妖刀的位置被一诺逼了一个闪现，这手闪现也给渲染下一波找他麻烦埋下伏笔了。回顾一下，这波团其实打成了2个部分。对，这波团战的话，就是大帅在这边蹲，然后一诺在这勾引，然后渲染的话随时在找绕后位，最终是分割了一下战场，先把句号给激活掉，而萝卜在里面想接 C 位很难切，切不到，最后萝卜也死在里面了。没错。现在压力又回到了快手这边 ，AG 借势直接再拿个主宰。看到渲染这一把的一个全局团战伤害有51000多，而联盟的一个均值的话是37000多。妖刀大招被逼出来了，刚才好像是长生逼了一手他的大招。再转到上路把高地也拆掉 ，AG 一旦拿到优势了以后，它转化为这种节奏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顶着推，因为有阿古朵这个点在，阿古朵加仓推塔速度是很快的。3高全破。AG 这局差不多逆风了10分钟，高地都没掉，但是一有优势，一下子就把快手的3座高地给拔了。就快手用9分钟没有压掉 AG 一座高地 ，AG 打回来一波了以后，2分钟之内3高全部破掉了。但是现在快手的压力也上来了，感觉打得冷静一点。但是在这种逆风局面的话，流浪的嬴政就会开始变得被动。毕竟兵线都在自己家门口，看一下一诺上去先给了波压力，想找点机会。对，蠢蠢欲动的样子啊。但这有个视野之灵，视野之灵一直看着。哎，看一下要冲了，又是一手奔狼，冲进来踩到长生兵身，换了个复抢到的活，是长生。然后大帅拆火，大招硬顶进去，大刺迷想要扛第一波，但是没有扛住，直接被秒掉了。长生拿手锋芒逼掉，然后这边的话2再抬了一下，长生最后是没死，然后这边的话一诺直接冲了进去，把子阳这边也切掉了，然后尹这边开了一个大招再搞进去，找到了流浪的一个位置，打出来他一手复活站起来，然后直接完成了一波手尸。这边的位置的话，一诺被打出去，复活站起来了以后，不上终于拿了手2连击破，一波团战，快手冲了奔狼，把自己冲了一波团灭。AG 中路有兵线，感觉是可以直接去终结比赛的。完全可以一波。在路上，所有人当矛头直指长生的时候，他悄然离去，然后正面的位置打对面一波团灭，终结比赛，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2比0来到赛点。其实这一局在中期快手真的拿到了非常大的。